好，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进行的是 Thursday with Dustin 的第15集。好，那第15集呢也是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宣布说16、17、18的主题的时候。好，我们默默的也来到快1年了，对不对？好，那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要先讲的是我们回到了阅读测验的地方 ，Reading Comprehension 我们的主旨态度作用题有什么样的选项是会让很多考生会留在第2轮，会犹豫，甚至会选错，它的出题模式都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子。好，来，那各位你要小心的是说，考试的时候主旨态度作用题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同学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会觉得说，是不是今天细节题、推论题它的字比较多、比较难？是不是主旨题、态度作用题它的字比较少、比较简单？但其实我跟你讲，一点也不好。很多同学他的主旨题、态度题、作用题都做得很差。我要让你知道的是，今天有哪些出题模式，有哪些错误选项、混淆选项设计概念是你容易无法掌握到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要怎么避免，这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部分。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哦。好，来，主旨作用态度题。主要的出题模式，主要的这个混淆选项，好，我们不说垃圾选项，垃圾选项就是那种你看起来完全无关的，或者完全方向是反过来的，好，没有提到的，那我就不说了。好，我们要讲的是你会容易犹豫的，会容易留到第2轮的3种选项。第一种我们把它叫以偏概全，就是把文章里面一部分的只是细节的、只是 detail 的内容，把它当作是偷换成文章里面作者的这个主要意志。OK， 好。第2种叫什么？第2种叫做过度。好，过度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文章里的这个态度，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其实没有那么凶，你却硬要说他很凶 ，OK？ 硬要说他非常非常的反对。人家可能只是原本说要注意，原本说小缺点，结果你要把它放大成大事件这样子。好，那第3种是什么呢？第3种叫所谓的就是乱扣帽子。好，就是说，也许这个学者在这一块地方，或者是这位作者在整篇文章里面，其实是没有态度的，他只是处在一个旁观的角色，但是呢，在选项里面却刻意帮他表态，好，刻意帮他扣帽子，说他支持谁，他反对谁，就是逼他表态的概念，这样子。好，这是3种最常见的混淆选项的模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例子哦。好，我们今天就不浪费时间，我们赶快来看。好，来，首先第一种叫以偏概全。好，各位现在可以按一下暂停。好，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好，把它放大一点。好，来，请按一下暂停。好，各位。当你按完暂停之后呢，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去对一下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好，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大概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东西，就是说 OK， 一开始先给你介绍这个天体撞到月球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重量的不均衡，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应该是文章的这个背景。好，这是我们在课堂上讲过的。好，就是一篇文章在主题在论点1出现之前，会跟你先叙述一些大事件，叙述一些客观的事实，或者是一些历史进程，或者是所谓的定义，这个东西我们叫背景，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后面这边开始有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表态意见，对不对？某人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好，他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星体撞下来之后会产生就是一个重力不均衡的效应，对不对？好，然后呢会让这个重力变少，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是论点1，对不对？好，某个人的自己的想法，然后接下来呢，后面跟你讲，直接用一个证据打脸，说，但是呢，最近的证据显示说，其实在这个地方撞下来之后呢，它的重力并没有变得特别低 ，OK， 有时候反而变得特别高，对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明显的整件事情是在转折，是在反对，用证据来反对前面的论点1，我们把它称作为 evaluation，OK， 好。那接下来呢，后面这个地方又变成了另外的学者，再接着去修正看法，去提出新看法，对不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证据跟这个就是真实事件都不一样呢？好，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说今天撞下来之后，对不对？好，然后呢那个喷出来的东西，好，喷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去补偿了什么？去补偿了这个就是原本的这个失去的重力，对不对？好，然后呢，到最后发现说这个重力是均衡的，对不对 ？OK 哦，好，来，所以这个地方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它是新的论点，对吧？论点2这样子 ，OK， 好，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文章的架构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先提出一个背景、一个现象，好，接下来呢去针对这个现象去推出一个论点，
这个论点被最近的这个证据反驳掉、打脸掉，然后后面呢再去解释说为什么今天这个证据是跟这个旧论点是有冲突的，我们用新论点来取代旧论点，对不对？好，来，那各位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B 跟 C 这两个选项，好，让我们这篇文章结构嘛，它就算是主旨题的一种分类嘛，对不对？一种就是辩题。好，来 B 选项说什么？说 A theory about a phenomenon is introduced, data seeming to disprove that theory are analyzed, and that theory is rejected。好，有没有对到文章？有对到文章，对到哪里呢？各位，他说一个理论被怎么样？被就是引进了，对不对？好，来，对到是文章的哪里？对到是文章的这个地方，对吧？好，然后接下来呢，再来说 data seeming to disprove that theory are analyzed， 对不对？好，它对到是哪里？对到是这个地方，对吧？好，最后说什么 ？The theory is rejected， 没有错 ，OK， 的确，这个论点最后真的是被证据所反驳了，所以 B 选项其实是有对到文章的内容是没有错的。好，但是呢，这一道题目有没有更适合的选项呢？我们来看 C 选项 ，A phenomenon is described。好，你发现它对到哪个地方？对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再来 C 选项说什么 ？A finding relating to that phenomenon is discussed。这对到是什么？对到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最后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at finding is offered。好，它对到是哪里？对到是后面这个地，不好意思，这个中间，刚刚这个是中间，这边最后是后面，对不对 ？OK， 好，来，各位你可以发现了，这两个选项。虽然 B 选项有对到，但它很明显对到的是什么？对到的是文章里面的这一部分而已，对不对？好，文章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呢，再来就是它很明显的，它对到的东西是什么？对到的东西是作者在讲话的时候，它还不是重点，对吧？好，他只是提出过去的旧观点，那他今天这篇文章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在什么？并不是在去单纯的反驳旧观点，如果他只是要单纯反驳旧观点的话，那后面就不会再去给出新论点，对不对？好，所以你就想，如果今天选 B 选项的话，那么作者应该写到这边就结束了，对不对？那你看这篇文章后面很明显还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所以你就知道作者真正的意图其实真的没有要只反驳旧观点。所以今天 C 选项更好体现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先跟你讲一个矛盾，好，接下来再带出一个他想要用来解释这个矛盾的新的解释，对不对 ？OK， 好，来，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C。好，当然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他这题做得出来，可是他可能就有错误的想法。怎么说呢？好，很多同学他会有错误想法说，到底是不是以后我看到这两个选项，我就比一比他在文章里的这个篇幅，对不对？好，这个篇幅比较大的话呢，就是那个什么面积比较大，涵盖到的面积比较大，就是主要就是没有以偏概全，涵盖面积比较小就是以偏概全。它变成说好像把这个做解题变成视觉化的概念，对不对？好，变成说好像看一看字谁多字谁少，就觉得说好像一定谁是重点谁不是重点，对吧？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哦，来各位，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来各位，现在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好，我们先把这个文章先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按暂停，好。好，各位，好，当你花时间看完之后，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对吧？好，来，首先第一个呢，它一开始先跟你讲说，好，某一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好，它为什么你会说，但是你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好，很简单，你看它很明显跟你讲迷思，对不对？好，迷思这个字是很明显的负面的语气，对吧？说某些想法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错的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一开始他先提出的是大众观点。好，大众观点是什么？是认为说很多企业呢，就是都这样想，说什么？说每一个公司他们遇到环保法规的时候，他们所需要付出的这个配合成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好，然后接下来呢，后面就跟你讲说，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吧？好，事实上，好，这些企业他们的这个因为不同的性质，比如说它的大小，比如说它的位置，比如说它今天它的科技，好，这些因素对不对？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好，都在干嘛？都在去讲说。好，到这边为止，都要去讲说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好，他在反对的是什么？前面的 A1， 为什么？前面 A1 讲的是 uniformly， 对不对？
后面这个地方跟你讲的是有不同的状况，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用实际的证据来反对 argument one， 叫 evaluation one 这样子。OK， 好，来，那再来呢，各位，好，我们来看到尾巴的地方。好，尾巴的地方，他说借由就是确认说什么，说哦，今天这个没有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因素都会影响，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去取得竞争的优势。好，这个段落比较特别，不好意思，我把这边改一下，这边是 A1。好，这个段落比较特别，这个段落我们会把它叫延伸段。好，延伸段的意思就是上次各位在前几次影片应该有看过，就是说前面的作者的态度已经定了，他跟你讲说这个态度，这个想法可以被拿去用在别的地方。好，它是延伸应用。好，如果不知道的话，请各位去看之前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延伸那个 Thursday with Dustin 有一集叫做延伸段这样子，好的延伸段，好，所以最后这个地方是延伸段，他跟你讲说前面发现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怎么样的去用到实际的层面上去帮助公司这样子。好，来，那各位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看 B 跟 E 这两个选项。好，各位，如果你今天按照篇幅来看的话 ，B 选项说什么？说去评估说哦，这个 varying level of 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mong different corporations， 可以评估不同公司要去配合环境，对不对？好，要去配合环保法规配合的程度这样子。好，你有发现？这个地方不同公司，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成说，文章里面提到这些因素嘛，新科技、旧科技的公司，位置远、位置近的公司，好，或者是大或小的公司，附近有没有影响法规的公司，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去解释这个文章里面不同公司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不同程度的这个配合环保法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们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或多少成本，对不对？这个逻辑上也没有矛盾，对吧 ？OK 哈，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B 选项其实它是可以对到文章的。好，它对到文章哪里呢？对到文章的中间这一大段，对不对 ？OK 好，你可以说这段都在讨论说不同公司对环保法规配合的程度不一样，配合的这个状况不一样，对不对？好，来，那接下来呢？但是E 选项这个地方。E 选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去修正一个对于什么？对于这个就是环保法规的好迷思、好误解这样子。你会发现，如果要是 E 选项的话，我们先把 B 选项框起来啊。来，如果要是 E 选项，会发现说，哦 ，Dustin 这个地方好像只有第一句话讲到呢。好，只有第一句话讲到。OK， 那这样子是不是按照就是篇幅长短的原则？B 选项是比较全面的，E 选项是以偏概全的。OK， 但不好意思，这个题目答案其实是什么？答案其实是 E 选项。你说Dustin为什么？那我当然到底之后怎么判断？好，非常简单，你只要想一件事就好，就是想说，请问今天如果重点在 B 选项的话，这篇文章一开始有必要去提开头吗？最后有必要去收结尾吗？对不对？好，如果今天这篇文章的重点真的只是想要去列举好几个因素，好不同的配合程度的话，这篇文章有必要一开始跟你讲要更正迷思吗？有必要最后跟你讲说更正迷思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吗？它有必要去做个首尾呼应吗？没有必要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中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干嘛？都是在为了要更正迷思所讲的细节。OK， 好，它更正完迷思之后，它最后就开始怎么样？回归到原始去做一个前后收尾这样子。好，所以这题答案是一。好，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以偏概全，其实根本不是只是看文章的篇幅，这样很容易出包。好，你要做的解决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好好的去练习，抓准每一句话作者的意图跟他跟前后文的关系。一个初学者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他看文章以为自己看懂了，可是叫他说出来，或者到自己教学的经验，好，叫他说出来，他每一句话说出来好像都有意思，但是呢，看起来很像是零碎的资讯，听起来像是零碎的资讯，就是他会说这个每个东西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有一些成本比较高，有些成本比较低，好，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好，然后我问他每一句话里面的作用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这样子，好，来。如果今天你想要改善这种就是抓错以偏概全的问题的话，你不能只靠感觉了。好，你的感觉只会在低分题有用而已，在中高难度的题目，那个文章字义难，句构一复杂，你的感觉就黔驴技穷了。这样子，你要做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把平常练习的时候，把每一句话
把每一句话当成作用题。OK， 好，然后呢，问你自己，如果是这句话的话，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句话？这句话跟上一句话跟下一句话的关系是什么 ？OK， 比如说，好看这句话，你觉得可能是作者要去更正一个迷思，对不对？看下一句话是什么呢？可能是要去具体的去讲说，更正迷思为什么更正？什么更正？就是说具体去讲说，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不一样，对不对 ？OK， 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状况是不一样，所以这边是开始要去更正这个迷思。前面第一段是第一句话去讲迷思。第二句话是开始要更正迷思，对不对？再来，接下来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为了更正迷思所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研究证据 ，OK？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具体的研究证据，第三个具体的研究证据，对不对？好，然后最后呢，更正完迷思之后呢，开始收尾，说什么？说其实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这边是延伸段去讲说我们还可以怎么去运用。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解决以偏概全的问题的话，就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去好好的去检讨每篇文章每一句话背后作者的意图，以及它跟前后文的关系是什么。OK， 具体的分析每一句话去帮它拉架构，这样子。好，那关于怎么拉架构，在我的就是部落格上面，我的这个 YouTube 上面，我也有放相关的影片，好，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种叫做什么？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并不是看篇幅，而是看说你到底能不能去辨别文章里面每一句话跟前后文的关系，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这样子。OK， 好，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我们要想的是，如果今天某个选项写出来，它其实写出来之后，如果这个选项是答案的话，那么文章里面其他部分就不用写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只是部分，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要是答案的话，文章里面前后文都可以不用写，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作者还是要坚持写前后文？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真正的重点不在这边，对不对？好，像比如这个地方一样，好，刚刚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好，这个如果要是答案的话，那文章前后文也不用写，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被夹在中间的东西，好，不是它的篇幅的多少，而是说什么作者一定真正的意图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对不对 ？OK， 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快一点判断方法就是你去稍微想说，如果你要选这个答案是答案的话，那作者去写其他地方有没有别的目的，对不对？好，如果有别的目的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只是细节。好，它还不是最终作者的这个就是作者最终的这个主旨。好，那当然扎实一点的判断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辨别平常去练习的时候辨别每一句话跟前后文的关系跟作者的意图。OK， 好，而不是单纯的只是翻译文章这样子。好，来。那么看第二种叫做所谓的这个就是过重，好，就是 GMAT 非常喜欢把文章里面的态度刻意推到极端，好，就是你要去辨别文章里面有些时候态度不是那么的极端。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时候你会在上次我们上过这个局限的，我们上过这个延伸段，对不对？好，还记得吗？我们上过延伸段 ，OK， 好，延伸段有哪几种东西？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未定，对不对？ OK， 其实有4个啦，好，这边特别挑2个来讲，另外一个叫局限，对不对 ？OK， 延伸段里面的未定跟局限这2个其实是什么？其实语气上是比较保留的。比如说，当你看到文章看到最后，跟你讲说，其实呢，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好，目前还没办法完全确定，好，这个语气上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正或完全的反，它是语带保留的。OK。那局限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看看文章，作者跟你讲说前面基本同意，对不对？最后跟你讲说，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好，或者是最后跟你讲说，我们今天要小心什么，可能或者是还有一些小缺点，但不影响。好，来，这2种态度，你看这是最经典的、最常见的，对不对？就是说在文章里面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态度虽然有可能会偏向负面，像比如说局限 ，OK 好。但是呢，它的负面的程度只是什么语带保留 ，OK 好，而不是说刻意的，好说一定要反对。那相对来说，当然你有些时候会看到说支持，对不对？有些时候文章是有限度的支持，有条件的支持，结果我们的选项却变成什么？就变成大力支持说这东西什么都是好的 ，OK 好。所以各位你要小心的是，GMAT会刻意把正或负向的态度刻意推到极端 ，OK 好，就是人家只是相对温和，人家只是说我有条件的支持，我可能还要再看看，好，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结果选项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一定是不好的，或一定是烂的，或一定是完全完美无瑕的，这就是过度的推论了，好，态度的过度推论 ，OK 好，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各位我们先按个暂停，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来，好，看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去看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OK， 好，来第一段的地方它大概是什么？第一段它大概在讲的是某一个方法的好处，对不对？好，说今天有一个新方法叫做口述历史，对不对？好，这个口述历史的好处是什么？所以第一段是作者的观点去支持口述历史这个方法的好处，这样子。OK， 好，然后接下来第二段这个地方它是反驳吗？其实不是真正的反驳，注意哦。好，很多同学会说到这点，我看到好 level 我就高潮了。OK， 好，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反驳。好，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你仔细看这句话内容，你就发现它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反驳，对不对？还有什么？他说学者们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保持谨慎，对不对？保持小心。好，他这边就算写 limited， 好 ，something is limited， 或者是写 we have to concern，OK，it is concerned that， 好，或者是写什么？或者是写说 however we should consider， 好，像这种语气，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特色就是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是错的，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好，或者是什么有问题的，对不对？他跟你讲的是什么？他跟你讲的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意思就是他语带保留。好，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好，这就是所谓的折中的语气了。好，这是所谓的这种让步局限的语气了。好，所以这个地方第二段其实它不是完全的反驳。第二段这个地方的 evaluation 是什么？作者对他自己喜欢的方法提出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态度比较偏向什么？比较偏向是提出局限。OK， 好，你看他自己讲什么？他讲说，这个地方说学者对不对？好，我们应该要去小心。好，因为怎么样，口述历史其实也是跟旧方法一样，是有可能会有偏误的，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环境的不同，当时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也会让女性在口述历史的时候产生不同的评价，对不对？可能会暗带自己的评价进来，这样子。好，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的语气，它明显的是什么？不是说这个方法一定不好，而是说这个方法可能有一些点我们要小心，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只是看到 however 这个字，你就觉得它一定是完全的反对的话，你就可能会在 B 跟 E 这两个选项可能会选到 B 这个选项。为什么？你会觉得Dustin 我就看这个字就 drawback 不就是缺点吗？好，然后我也很确定这篇文章里面好以偏概全，对不对？好，不会有出现嘛，对吧？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里面你很明显知道这个不是主要资讯嘛，对不对？你很明显知道，如果按照Dustin刚刚所讲的，好，如果今天这篇文章只是要强调优点的话，那他后面这段都不用写了嘛，对不对？所以同学就会说 Dustin， 我知道，这不是以偏概全，好，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我能抓出来就在这个第二段的地方，对不对？好，但是呢，好，同学就会说 Dustin， 你看第二段这边他不是反驳吗？好，所以这边我应该觉得我要选 drawback， 为什么？因为今天作者还认为这个方法是不好的 ，OK？ 但你要注意哦。这篇文章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他的态度其实是什么？他的态度其实是要你小心 ，OK， 并不是真正的反驳。所以，与其用这么重的字，什么 drawback challenge 或者是 something is wrong， 对不对？或者是说 something is inaccurate 这种很重的说你不对的字，其实相对来说，剧院媒体在正确选项里面会用比较温和的字，像比如说这个题有正确选项E 选项 ，discussing the appeal of the particular methodology and some concerns about its use， 你们发现？它的这个 some concerns 指的是什么 ？concern 指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指的是需要思考的地方，对不对？它没有直接把它打成是缺点，对不对？没有直接把这个方法打成是错的，打成是不好，打成是有问题的。它是说这个方法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所以你看这样相比，对不对 ？B 选项的 drawback 就明显的过重了 ，OK？ 而 concern 是明显符合这个地方的态度，这样子 ，OK？ 好，没有过重，好，所以 B 选项是过度推论了。好，那当然前面这个地方的 describ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s 它也是没有出现了，好，这边也是个错误，这样子。好，只是我用这一题来给你解释说什么叫做态度的过重，好不好？好，来，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在第4篇文章这篇文章，好，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请各位按一下暂停 ，OK？ 好，那按完暂停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篇文章哦。好，这篇文章大概跟你讲什么？讲说学者们一直都认为说有2种的这个就是生物体内的物质，好，可能是这个神经的一些就是化学物质或者晶体，对不对？神经的这个集丛，其实应该是神经集丛啦，这样子。好
有2种的这个神经里面的这个激素，好，会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规律 ，OK， 好，就是一些身体，比如说起床啊、睡觉啊或呼吸这些规律啊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讲，对不对？好，这边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学者自己的看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是把它归成什么 argument E， 好，就是过去的观点这样子。OK， 好，整段都是在讲说他们怎么控制规律，控制哪些规律，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看第2段地方，好，第一句话这边，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其实呢，好，在所有的这个细胞里面，所有的组织里面，其实有4种基因，好。而不只是一开始提到2种激素，好，有另外4种基因也能控制什么？也能控制这个就是人体的规律，对不对？也能调控人体的规律。好，你会发现他这边的语气上，他虽然用了 however， 好，虽然用了 however 的，但是他却不是去完全反对，对不对？为什么？你看到他这边写的是 not just， SCNS。所以换句话说，他不否定身为 SCNS 这个东西的作用，好，他只是认为你原本讲的不完整 ，OK， 你原本说有2个，我现在跟你讲说我还另外找到4个，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反对，它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像是修正 revise，OK， 好，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文章里面有这种 revise 的这种态度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好 ，real revise 或是 supplement 的之后，我们要小心。新的态度或新的观点，好，新的评估，我们可能只是在帮旧论点补充。比如说，你常常看到文章里有讲说，这个旧论点 ignore 什么东西，或者是旧论点没有考虑到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些都是不算是真正意义上严格的反驳，因为它其实上并没有去推翻旧论点，它只是说旧论点你关注的事情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者是你关注的东西，它其实只是一部分，我在帮你补充新的资讯，对不对？像这边它其实并没有否定 SCN 这2个激素去调控身体规律的那个价值，它其实是在帮你补充说还有4个东西会影响，对不对 ？OK， 好，来，那我们先来看主旨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我们如果选到 challenge 的话，它就是态度过重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今天这篇文章后面这个主轴，后面作者所提出的这个更正看法，它其实并没有再去反驳前面的资讯 ，OK， 并没有反驳前面的看法，这样子，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挑战 ，OK。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相对温和的这个 revise， 就是帮你补充，好，帮你修正这样子 ，OK， 好。那当然这2个选项你也可以说，好，就用怎么来排除？就是说这篇文章里面第1段这边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是 finding， 对不对？它第1段里面全部都是在讲说学者的想法，都是在讲他们的推论，对吧？好，并没有实际上的实际意义的这个证据，好，或实验，对不对？好，然后呢，相对一下凸显一下，你看。他说过去的这个长久以来的想法就对应到文章第1段内容。好，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去解，没有关系，因为一道题本来就有不同的解法。OK， 是这个题目我想跟你强调的是说，很多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容易去误读的态度，好，就是可能会把文章里面只是表注意的、表局限的，或者是未定的，或者像这种是不是单纯的修正的，好，会以为它就是正或反2个东西。就是世界上其实态度是一个光谱。不是只有正反中 ，OK， 可能会有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嘛，对不对？好，那 GMAT 就是特别喜欢考这个，在难度比较高的文章，态度会刻意的不走极端，好，文章会刻意的态度变得相对偏中立，好，相对偏左或偏右一点，好，偏反或偏正一点。然后呢，在选项里面还会考你说你是不是就是读得出来这种就是稍微偏离的态度，而不是完全的正或反的态度这样子。OK， 好，这是第2种。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第3种。好，第3种就叫乱扣帽子。什么叫乱扣帽子呢？就是说有可能某一个人比如说作用题在考某一个段里面某个人的这个就是提到这句话的作用，或者是主旨题在考某一个文章里面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态度，对不对？这篇文章的作用，好，这是主旨题嘛？好，这篇文章作用是主旨题这样子。OK， 今天也许这篇文章里面这个人或者是这一位学者他在那一段里面是中立的，好，只是当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去主动要叙述什么东西 ，OK， 没有去主动要去就是证明什么，或者是反对什么，或者是所谓的什么批评什么东西 ，OK， 但是呢，选项刻意的去逼他表态，好，把一个只是旁观叙述的人
变成了他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的人。好，这个就是什么，也是混淆选项的一个非常大众的类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我们现在按暂停，好不好？再按暂停。好，来按完暂停之后，我们来看哦。好，在这道题目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 ，OK， 这一位学者一开始是讲一位学者他自己的看法，对不对？Claire 这位学者，好，他认为说在殖民之前，其实呢辈分比起性别更重要。OK， 就在整个社会上面，好，年纪大的所获得的这个地位、讲话的这个分量，会比你是男的还女的更重要。然后后来好那个被殖民了之后，才开始慢慢改变这种想法，对不对？然后后面这边就开始跟你去讲说，后续的研究让这位学者怎么样发现说他自己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就是过度推论了，对不对？过度的就是以偏概全了。然后后面跟你讲说去仔细的调查肯亚、加纳别的地方，好，然后最后发现了不同的状况，对不对？好，然后最后他跟你讲说，这位学者他修正了他自己的看法，好，自我修正，这位学者非常有反省能力，好，因为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等别人打脸，但这位学者是自己修正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前面是这位学者的第一观点，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是这位学者发现其他证据之后对自己的反驳，然后最后这个地方是这位学者的新观点对自己做修正。OK， 来各位，在这篇文章里面，对不对？好，我们当然知道。B 跟 E 如果真的要用简单的方法删去是可以，好，比如说像 E 选项这个地方，这篇文章里面很明显就在讨论一位学者的观点，对不对？一位学者的观点，你不会说这个观点是被很多人拥有的，这也是一种小型的以偏概全，这是主角的以偏概全。明明只是一个人提的，就变成说是好像全部人都有提一样，对不对？明明只是某些人讲，变成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好，所以当然 E 选项你可以用这个点删掉，但我让你去看另外一个角度的错误，就是什么？这道题目很明显，它是主旨题，对不对？好，主旨题的话，我们要小心。主旨题的第一个动词就是谁？就是作者的态度。OK， 就是作者的态度。所以这篇文章作者到底是在描述一个人的立场，跟他后续的修正，还是今天作者有跑出来evaluate某些想法 ？OK， 好，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呢？很简单。Describe 的意思是什么？是去描述，描述你不一定会有正或反的态度，你就是像说书人一样，对不对？你在讲的可能是你认同你反对的事情，也有可能是跟你毫不相干，你只是在跟你去做介绍性的文章，对不对？好，那 evaluate 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像比如说逻辑题的 evaluate 题，它一定是要去提出一些证据来证明，好，文章里的论点是有效或无效，对不对 ？evaluate 这个字一出现，对不对？基本上它虽然没有说一定是正或一定是反，但它一定要是有评价，意思就是一定要有做出 judgment， 做出价值判断的。好，就是作者一定要表态的。好，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篇文章到底作者有没有表态？你发现他这篇文章里面每一个想法出现都是怎么样？一开始跟你讲这位学者怎么想，这边很明显的是这位作者在介绍某个学者的想法，对不对？这边跟你讲说后续的证据让这个学者他发现他自己怎么样？好，他 convince somebody that， 好，让这位学者相信什么？他自己已经过度就是以偏概全了，对不对？好，所以这边也是什么？也是在讲说这位学者自己醒悟了，作者还没有参与评价，对不对？好，然后到最后的地方也在讲说这位学者后来自己醒悟了之后改善自己的学说，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故事就结束了，你会发现整篇文章它就是在讲这个学者如何反省的历史，对不对？作者并没有说他今天讲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好，也没有说他最后的这个论点到底作者认不认同，作者单纯是在干嘛？以一个史学家的角度来去描述一个学者自我悔改的历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一选项，它就是什么硬扣帽子的，作者没有明显的表态，他却硬要说作者是去对文章里面的资讯进行评价。OK， 好，所以这个题目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B 选项。好，那各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总结的地方。好，我们今天看到了3种问题，那现在要问各位的是，你要如何去避免这些问题，对不对？好，来，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第一个叫以偏概全，以偏概全不是看篇幅的面积大小，以偏概全是要去理解说作者在讲每一句话跟前后文的关系，还有他的意图，对不对？好，我们在实战中，当然我们的判断是某个选项，如果他要是
假设他要是主旨的话，那这篇文章没有被他提到的那些段落有没有写的价值 ？OK， 好，那些段落有没有写的价值？好，那另外选项我们也反过来去这样检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检查很容易就判断得出来谁是重点，谁不是重点，对不对？但是呢，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我们刚刚这样的检查是背后要有实际的练习支撑的。平常练习就是考试的时候，把每一句话不是考试的时候，去练习的时候，把每一句话在检讨的时候都当成是作用题，都当成是 highlight 起来的作用题，问你自己。这一句话如果考作用题的话，它的答案可能会是什么？它跟前文的关系是什么？它跟后文的关系是什么？作者在写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 ？OK， 持续不断的这样练习，你的在考试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够掌握整篇的意志。好，那以及就是去学习怎么样去帮整篇文章分类架构。好，在我们的部落格上，我也有放出相关的视频这样子。OK， 好，这就是2个方法。第一个，学习去对每一句话去雕它的作用，问你自己讲不讲得出来跟前后文的关系、逻辑关系。第二个就是去学习架构如何抓取这样子。OK， 好，来第二个，过重的态度。过重的态度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呢？很简单，就是什么？去在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注意几种态度。第一种是局限，好，就是在延伸段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就是我大体不同意你，但是我还是有小的地方是你值得称赞的 ，OK， 或者是我认为这东西很好，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注意这种局限的态度。第二种，注意未定的态度，对不对？好，这2种都会在文章最后延伸段出现。第3种就是什么？去注意说今天文章里面是不是在新态度去评论旧态度的时候，它持的是一个修正的态度，对不对 ？OK， 这3种态度都是所谓的这个片面态度。好，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小心让步语气，对不对？好，第4种就是让步语气。让步语气像 although， 对不对？好，像 it is true that 这种语气，它本身也隐含的是一种折中的态度。好，遇到文章里面表态的时候是表这些态度的时候，等一下不管是考注释题或是考作用题、态度题，你都要长点心，重新回来读一遍上下文，去思考说到底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反驳，还是只是折中的提醒、注意、未定补充这样子。OK， 好，来，那再来第3种，我们刚刚说什么呀？我们刚刚说 out of none。好，文章里面作者或是某位学者没有表态。OK， 在某一段里面可能没有表态，但是呢，选项却刻意的帮他逼出了态度，乱扣帽子。好，那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文章的时候，注意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OK， 好，注意每一个新态度的出现，我们都要去思考说是不是作者的态度。好，或者是每一个新段落的出现，我们都要去思考这里面到底只是客观的事实，还是有学者主观的想法、猜想这样子。OK， 好，就是简单来说，第一个，每一个新态度都要想是不是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第二个，每一个段落出现都要想这个地方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好，如果是主观的话，是谁的看法？如果是客观的话，那他在表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他来支持是哪个主观想法 ？OK 好，就是整篇文章关注作者哪里第一次出现，每一个新态度出现的时候，也要去关注他到底是在强调的是事实，还是在强调的是主观的想法。OK， 如果是主观的想法的话，你要去想它的作用是什么，他来支持，他来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对不对？他来回应的是前面的是哪一个想法？如果是客观的资讯，好，事实资讯，那我们要想这个客观资讯是拿来去 support， 或者拿来去当谁的 detail，OK， 哪一个主观想法的 detail。好，所以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好，那你接下来再去做注释题、作用题、态度题的时候，你就会有很长足的进步。OK， 我们再很快的重新复习一次哦，以偏概全。平常做题目的时候，把每一句话当作用题去思考它的作用、上下文的关系跟作者的意图，问自己这个问题。OK， 好，再来就是去学习如何去预测架构。好，在我部落格上有讲到。再来看文章的时候，要小心局限、未定的延伸段态度，也要小心。好 ，evaluation 出现的时候，对前面只是修正补充的态度，也要小心是什么？表态用让步句的方式表态 ，OK， 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你避免说，好，文章本身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你的选项就把它推得过度 ，OK。
第3个，看文章的时候要时时小心作者在哪里第一次出现，每一个新态度出现都要想是不是作者的，以及在每一个段落出现的时候去思考这个段落给你的是主观资讯还是客观资讯。OK， 如果是客观资讯的话，思考说它来当谁的 detail。OK， 那当哪一个主观资讯的 detail？ 如果是主观资讯的话，想法的话，去思考这个想法在回应的是前面的谁。OK，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如何避免主旨态度作用题的混淆选项。OK， 好，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验证的方法，所以你可能在外面没有看过，但是呢，我个人会觉得是对自修者是蛮有用的。好，那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2件事情。第一件事，接下来的14、15、16，16、17、18，OK，17、16、17、18集的主题预计会是这3个。第一个，高手都要用的 CR 代入思考法，如何带到文章里面的角色去做思考、去预想。好，第二个，在考试的时候你看到会吓破胆的这个特殊标点符号，比如说破折号跟冒号。OK， 第3个就是什么？就是细节题、推论题。OK，RC 的细节题跟推论题的混淆选项，我们要怎么去辨别？有什么样的设计模式？好，接下来呢，我们一样会以2到3个礼拜的频率更新一集这样子。OK， 好，来，那最后跟大家宣传一下，好，就是还是一样，就是终结者的这个第5期，对不对？好，即将在11月22号开放招生，好，大家借我点时间宣传，1分钟就好。OK， 好，那各位，如果你不知道终结者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在 Dustin 的部落格上搜寻GMAT 终结者 ，OK， 好，或者是你在部落格上的课程专区有一个 Normal Courses， 你就会看到终结者的介绍。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会帮每个人设计这个就是完整的2个月的读书计划。好，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我从过去家教的这个历程当中所总结出来的这个实证有效的完整读书计划。OK， 好，然后是阶梯状的，你可以看到不管是阅读能力 SC、CR、RC 都会有这个每一个流程的这个就是专属的训练。OK，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教导做题流程跟策略都是我去亲自访问 Verbal 40分以上的考生，而加上我自己的经验都总结而成的。OK， 好，然后呢，这2个月的时间，好，我们也会有个专属的线上群组，由我自己来带大家讨论跟答疑这样子。好，我自己亲自，不会假手别的助教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这边总共有什么？总共有就是9堂实体课在台北。好，那1堂课是3个小时，所以总共是27堂实体课。那但是呢，在上完实体课之后，在中间的训练过程中，我也不会让你放牛吃草。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间断的答疑跟讨论之外，对不对？我们还会有就是超过30个小时的这个作业跟检讨示范影片，让你今天每一天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不会说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复习，不会说自己的进度到哪里不知道，不会说因为没有人监督，所以就是放牛吃草这样子。OK， 这个班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变成就是终结你放牛吃草的准备的最后一站。OK， 由我自己亲身监督，顾到你不管是上课或者是回家练习，或者是有问题答疑的每一个环节这样子。OK， 那因为它要耗掉我非常多的体力，好，以及我的专注力，我要掌握每个人的状况，就是有点像军事化管理，有没有？好，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是会控制品质，哈，就是30人额满就不会再收任何人了，过去没有一起超标的这样子。好，所以各位，如果你对这个班有兴趣的话，好，请你就是在我的部落格上搜寻这个就是 courses。就是那个上面的标题的 courses 跟 no more， 对不对？好，进去里面，然后呢去看相关的资讯。那它有一些要求，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完都再决定要不要报名这样子。好，包括我们要求说你要先报下一次考试，然后我们要求说你过去必须要是报过2站以上的考生。OK， 这些要求都不是说去刁难别人、刁难人这样子，而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班的同学真的是需要这个班才会进来的这样子。OK， 好，那你进来之后，我也会就是倾全力来监督你，好，鞭策你，让你不要再放牛吃草。OK， 好，这边就是今天的影片，好，工商服务结束。好，那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好，但当然注意就是只看这几题其实没什么作用，对不对？好，真正你要进步，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实力的提升，还是要提醒自己在看文章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一些暗藏玄机的语气跟态度，以及平常的时候要去多做架构跟作用的这个判断练习。不断的练习才是进步的不二法门，而不是只是看公开课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进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旨态度作用题的混淆选项。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